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新剧首播，热度爆了，但口碑两极。萧启清嚷到底好看吗？11月下旬的影视圈被萧启清嚷炸翻了。这部改编自尾鱼高分小说的奇幻悬疑剧，刚在腾讯视频首播就创下纪录，6分钟热度破20800，20分钟冲23000，3小时峰值飙到25000加。不只是创下平台年度现代剧最快破万成绩，增速还超过了年度都市剧王许我要演，直接稳坐榜首。但首播的高热度背后，评价却有些两极分化。有人狂吹电影级质感和高能剧情，也有人吐槽叙事太碎，恐怖镜头太多。这场奇幻剧热度盛宴，藏着国产类型剧的高光和硬伤。剧集能爆，顶流主演和精良制作是两大王牌。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的双强组合自带流量，更用演技打破了流量无演技的偏见。迪丽热巴演的聂九罗，既有雕塑家的清冷，又有风刀猎人的野劲，90%的打戏都亲自上，与临刀战的长镜头，雨中40秒连劈的招式，把唐刀技法和现代搏击结合的风刀流演得又帅又狠。他的战损装直接冲上热搜，圈粉无数。陈星旭为了演复仇贵公子严拓，特意减重15斤。他把角色的隐忍和爆发都捏得死死的，黑蛇缠手的异化戏份，把人妖混血的特质演得入木三分。两人从互怼到暗戳戳试探的对手戏张力拉满，双 A 浓颜 CP 成了观众追剧的重要动力。制作上的诚意更是让不少粉丝喊出电影级质感。导演田力是拍河神的老手，对悬疑奇幻题材很有把控力。单集1200万的投入没白花，细节里全是讲究。重庆防空洞实景拍摄，逼仄压抑的氛围直接拉满，武打设计走南宋时刻风格，既有古韵又有冲击力。特效团队按自然纪录片标准做的消，看起来真实又诡异。中式民俗恐怖元素用得尤其妙，荒郊石像、唢呐配乐加血色滤镜，再配上导游遇袭的削贴脸等突然惊吓的镜头，不少观众说吓得手机都扔了。平台特意加了胆小模式，足见惊悚效果有多顶。剧情设定的新意才是真正抓住观众的关键。尾鱼原著的现代志怪世界观被还原得很到位，的萧靠血囊装成人样，怕光又怕生。再加上风刀边加这些缠头军后裔的设定，形成了一套自洽的奇幻逻辑。剧中还有不少颠覆想象的脑洞，比如男主替女主接生的生死机制，聂九罗死了要去女娲埋古镜复活，严拓的承受分娩之痛把他接回来。这种性别倒置的设定被网友夸内娱少见的敢想敢拍，节奏更是快得飞起。首集20分钟里，司机遇袭、荒野求生、福利院对峙3条线同时推进，开篇就高能，血囊容器、黑白键异化等伏笔埋得密集，观众说像拆恐怖盲盒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不过高热之下，短板也很明显，这也是口碑分化的原因。最受吐槽的是叙事太碎，首集3条线同时推进，虽然节奏快，但理解门槛也高。有观众说刚搞懂人物关系就切到新剧情，只能开1.25倍速追。审查带来的改编问题也存在瑕疵。原著里人皮血囊这种暗黑情节被删后，有些剧情衔接得很生硬，原著党觉得少了原著的诡谲感。另外，部分镜头的南宁争议，还有夜戏太暗、画面锐化过度的问题，也让不少观众觉得观感受影响。这些问题让剧集虽然抓住了观众，但也埋下了口碑下滑的隐患。
观众的评价两极分化，正好对应了剧集的优缺点。好评方里，书粉是主力，他们觉得聂九罗的飒、严拓的隐忍都还原了，双强人设比小说更有画面感。普通观众则爱他全程无尿点的节奏和沉浸式恐怖体验。有人说又怕又想看，必须一口气追完。影评人也认可他的突破，把《山海经》和敦煌美学结合，用现代视角讲民俗恐怖，给国产奇幻剧开了新路。差评则集中在门槛高和细节糙。有人吐槽突然惊吓虽然刺激，但多了就显刻意。还有人担心4集后剧情能不能稳住，别重蹈奇幻剧烂尾的覆辙。对这部开局爆火的剧来说，能不能把热度留住，关键看能不能补短板，保亮点。优势其实很稳，3.2亿总投资保证了制作不翻车，导演田力拍类型片的能力有河神兜底。后续女娲肉、黑白剑等核心设定展开后，剧情深度还能再上一层，主演的发挥也值得期待。迪丽热巴和陈星旭的角色成长线才刚开头，风刀和人枭混血的身份冲突还有很多戏可以挖。平台会员首更4集的策略也能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但挑战也不少。首日热度难免有粉丝冲量的成分，第2天云和播放量能不能破2500万，才是检验路人盘的关键。编剧的解决叙事问题，怎么在保持悬疑感的同时，降低理解门槛，让3条线融合得更顺。另外，的烧烤焦滋这种趣味设定要好好用，配角形象的立起来，更不能为了恐怖而恐怖，忽略剧情逻辑。做好这些，它可能成年度奇幻剧标杆。要是只顾炫技不顾叙事，就有可能会高开低走。萧启清嚷的首播，像国产类型剧的一次大胆尝试。他用顶流加 IP 加精良制作的组合拳打破热度纪录，用新奇设定拓宽了奇幻剧的边界，但也暴露了叙事节奏、改编平衡这些行业老问题。对观众来说，不管是开胆小模式躲惊吓，还是拿小本记伏笔，这部剧都有足够的讨论点。接下来，狗家人追踪边家人迅销这些原著名场面要上线，聂九罗和严拓的身世之谜也会揭开。剧集到底成色如何，就看后续剧情能不能稳住。